大家好，这里是李玉阳。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先知这个阵容。先知这个阵容这两个版本玩的也是非常的多，如果算上在之前那个赌六哨兵和赌青钢影的版本那就更多了。这个阵容和伏击比起来呢，我的评价是没有伏击那么好玩，和泽利比起来，我评价是下限比泽利高，更早容易感受到强度。这两天我玩这个游戏，就是明显感觉先知很热门呐。不过呢，我是觉得先知不是一个很容易吃鸡的阵容它的强度曲线对我来说可能和阿卡丽差不了太多。在六先知改版之后呢，现在可以说是一定开六先知，而且现在当前外服的版本呢，运营先知已经是大热阵容了，而且运营先知的搭配可以很多我这里只是给出我的一种参考意见。像我今天就玩了一把3加丽娜塔的局，我跳成运营黑莓的先知，最后还是吃了大分。其实就当前国服的版本，运营先知也是不差的，只是还没有被完全重视到，对吧？所以如果你现在打开云顶之弈想玩先知，你要脑子里多一套阵容，就是运营的先知。丽娜塔现在是有跳板的这个很重要，就是丽娜塔现在可以是一套过渡阵容。所以如果你的谢拉塔烂了或者像我今天这样子3加列娜塔，你要知道也是可以变成运营的先知，而且公共牌也很多，很容易变。这个阵容哪怕你没有转职也能玩。其次是列娜塔这个阵容，它不像伏击3费你还可能有摇摆的空间，对吧？但是2费的赌阵就和泽利一样，如果开局没给你发列娜塔，我就不推荐你玩，就要开局就给你爆列娜塔，然后直接上去宣示主权，我就是列娜塔。一般来讲，玩这个阵容开局都会有一张辛吉德，一张列娜塔，也因为伏击是3费，列娜塔是2费，所以你玩列娜塔这个阵容，如果你没有把装备给上去，是有空间摇摆成伏击的，但是你玩伏击是很难变成先知的，基本上变不出来你玩先知能变伏击所以先知虽然是极度公式的阵容，你还是可以有辩证的空间。第三是当前的先知，以我的理解是一定要越早上炼金越好因为以前的先知我们是5级抽，但主要原因并不是说我们要抽3星的辛吉德、莫甘娜、威古斯之类，而是因为5级羁绊是对的，6级羁绊是尬的。现在的先知因为都是要上炼金，所以炼金的羁绊也可以是对的。当然如果我5级我有3炼金，我上不上呢？我肯定上的，这个阵容肯定是3炼金最优先。然后呢，我是觉得3星辛吉德重要但不必要尤其是之前我说哨兵泽利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泽利是需要3星的炼金的，我不认为因为我觉得3星炼金对于泽利的提升，除了第一个技能以外，后面再开意义都很小。泽利双阳刀嘛所以我都是把炼金放边角，送人头开技能的。但是对于列娜塔来说呢，意义会大一些但我会认为不如3星瑞尔。我认为3星瑞尔的强度是比3星辛吉德强一个数量级的不只是强一点那么简单我觉得瑞尔强很多。当然如果这把你努很多，或者电锯人很多，那能3那肯定也是能用的。第四是这个阵容收菜的理解和伏击是差不多，就是适配性最重要，层数高低可能还不是最关键的，装备对比较重要伏击的话还有可能把炼金下了的，这个阵容炼金一般是带到底的，所以肯定是要尽可能发挥炼金的价值，除非你是6哨兵对吧？但是6哨兵强度是够的，但是节奏又不太一样，因为6哨兵你是5级抽嘛对吧？但6先知是6级地的，6先知也要好成型很多，所以这个阵容一般你第一排都是要追人泥的，总不可能挂一个3炼金的空羁绊在上面第二点是这个阵容很缺装备，很缺装备，很缺装备。炼金能给大家发装备这一点就非常好，你不要怕炼金发出列娜塔的装备，因为往往你还有各种先知在 C 的。这个阵容因为开不出蓝发，所以低费一般都是追莫甘娜大于追威古斯。当然莫甘娜和威古斯都没有3星也不要紧，上人头找大头上人口找大头找马尔扎哈也很好，因为装备一般都是不够用的，大家一般都是吃不饱饭的，所以我会认为3星的1费先知不是必要的，因为后边你2星大头甚至马尔扎哈也是带装备的，所以你有炼金装备的时候你就拆一拆，再把装备匀一匀，这样子呢大家装备就都有了。这也是我认为为什么这个阵容我就是推荐你往层数高了开或者多收几次炼金装备也可以，这个阵容是缺装备的。总结一下就是这个阵容由于先天需要很多装备，所以炼金收菜的时候你可以考虑重量不重质，对吧？
装备上呢，这个阵容我一定做板甲的，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因为2哨兵抗性不是那么高，而且我的站位都是单顶，其他2件我一般都是免位新之钢，因为经常吃盾，包括瑞尔他自己放技能也是吃盾，所以新之钢肯定是好的，因为你吃的盾，那么血量往往在新之钢的血线之上嘛。后排装备我是一定大天使优先的，就和泽利一样，这种主 C 没有这种越来越厉害的装备就是感觉没实力，所以大天使对于这种来说就是很关键的。其他2件一般来说都是青龙刀纳什啊，纳什可以换水银，打到游戏后期可能是水银更好啊，因为你防蜘蛛、防蓝发、防水银，水银很有用，对吧？但其实大天使和羊刀比起来，大天使稍微可以不让我怕控嘛，因为羊刀你被控不能叠，大天使你被控住了还是在叠，所以我会觉得整体上纳什比水银好一些，主要还是有什么就做什么。装备上呢，比如你有毒素倾泻，那你就可以把青龙刀拆了分一分旁边需要装备的伙伴们。如果你有微光绽放啊、烈性病毒啊，你就可以把纳什拆了分一分，对吧？当然伏击的时候，我也认为重铸器这东西很有用啊，不要乱敲。海克斯上呢，先知转现在是很好的，因为你也可以运营也可以赌。然后我说2费阵容我都是不推荐竞技的，因为玩的都是独家。你可以要星夜，但是如果有战力的话，我不是很想要星夜。法力流很好，有这个海克斯，你甚至可以只做攻速，不要青龙刀。免位的哨兵是不错的，你可以多做几个免位。先知的传送门和海克斯，我觉得是可以的，尤其是如果你玩的是高哨兵的先知，或者玩的是运营先知啊，这个更厉害。装备类的海克斯这个阵容是合适的，因为这阵容很缺装备啊，能养很多大哥啊，护盾炊具。投资策略备战席我觉得不差。异变上这个阵容我一般都是拿前排异变啊，坚不可破、协作之巨人这种特别好，巨人体型啊、根深蒂固啊。列娜塔的话我会选择拿火球或者猎头者这种，但是这个阵容一定是前排优先，就如果你玩到这个时候你感觉前面你站不住啊，就不要考虑纳塔，千万不要考虑，因为这个阵容前排站得住的情况下，后排一定是有伤害的，所以更需要去考虑问题就是前排的问题，尤其是你只有2个哨兵。构筑上6级4个先知3炼金2哨兵，3炼金最优先。6级前任何时候来炼金你都要挂3炼金，因为这个阵容需要炼金发装备。7级可以单挂小炮或者娜美，如果你有先知转，那么先知转是娜美张卡带的，后面你要换更高质量的卡带先知转。8级6先知，9级什么墙上什么。这样的话就是个纯攻势阵容。这个站位我的感受和范德差不多，就是换来换去，可能还不如就傻瓜的站在中间。因为这个游戏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第一排正中间这个格子吃到伤害是最多的，就你往左边右边动一格效果都差很多，除非是最后决赛你能确定位置是对的，那你可以动一下站位。感谢大家收看，是我的人呢，我祝你原地发财，我希望你天天开心，我们下次再见，拜拜。